这个地方传统中文文献里称为唐努乌梁海，但在今天是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也就是图瓦共和国。在18世纪大清准噶尔、俄罗斯的交锋之中，中国曾一度控制这个地方长达100年之久。但到了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在此地的影响力越发增长，到了20世纪初，最终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保护国。但为什么18世纪时这3个帝国都如此想要取得唐努乌梁海的控制权呢？而大清又是怎么在18世纪中胜出的呢？唐努乌梁海又是如何落入俄罗斯之手的呢？今天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长达几百年的唐努乌梁海争霸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究竟唐努乌梁海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唐努乌梁海是蒙文名称，所谓的唐努来源已不甚清楚，但有可能是突厥语中的 wonder、awe， 也就是惊叹、敬畏之意。但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里的唐努指的是位于今天俄罗斯突法共和国的唐努乌拉山。我们二话不多说，看一下地图。这里是西藏高原，往北走就能看到塔里木盆地与准噶尔盆地，再往北即是阿尔泰山脉，然后再往更北一点会看到有另外一座群山山央 Mountains， 也就是中文的萨彦岭。在阿尔泰山和萨彦岭之间的山，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唐努乌拉山。再来，所谓的乌梁海，这是蒙古人对所有森林部落的称呼。如果朋友稍微熟悉一点明代边疆史的话，大概就会记得有个强大的蒙古部落兀良哈山卫分布在大兴安岭东。其实所谓的兀良哈的蒙古文原型即是乌梁海，只是到了清代时，其汉文译名从兀良哈转变为乌梁海。换句话说，所谓的乌梁海森林之人，不只是在北亚乃至今天的东北亚，都曾经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事实上，直到今天，韩文中对于野蛮人的称呼乌兰 K， 其实就来自于蒙文的乌梁海。这牵涉到非常复杂的东北亚政治历史，这就不多谈。但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所谓的唐努乌梁海指涉的是住在唐努乌拉山一带的森林部落。上述对于唐努乌梁海的名称之分析，触及了这块地区的地缘价值。从地缘的角度而言，唐努乌梁海位处阿尔泰山与萨彦岭之间。要知道，阿尔泰山与萨彦岭皆非常之高，地形险峻，诸多高峰达2-3千公尺以上。但是唐努乌拉山却是这片山区中比较矮的山区，甚至还有相当程度的平地。而在17、18世纪时，这片区域的主要玩家就3个：一是大清，二是俄罗斯，三是准噶尔汗国。对大清而言，满洲蒙古是其生命线，控制了蒙古，不仅屏障了北方俄罗斯的威胁，同时也能保护满洲。对于准噶尔来说，他们的野心是再次统一蒙古诸部，尤其是外蒙，也就是当时的卡尔喀蒙古。但如果从准噶尔盆地往东南进入卡尔喀，首先遭遇的便是戈壁沙漠和阿尔泰山脉，并非不可行，但会对补给线造成相当程度的紧张。然而，若能从北边绕到唐努乌梁海，从此处的低洼地进入卡尔喀，后勤补给线的紧张会大幅下降。对俄罗斯来说，唐努乌梁海的价值亦复如是。俄罗斯之所以向西伯利亚扩张，不是单纯无聊爱扩张，其实也是精打细算后的结果。俄罗斯主要的目标之一是为了打通与中国的贸易线，可是当他们一路扩张到西伯利亚东部时，再往南便会遭遇重重山岭，像是这里的外兴安岭山脉、外兴安岭高地，然后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再往西便是萨彦岭，这个天然屏障给予俄罗斯的殖民扩张带来极大的麻烦。在这个情况下，对于俄罗斯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唐努乌梁海进入大清。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为什么这个地区的主要3方玩家都想要夺得唐努乌梁海。但问题是，唐努乌梁海当地的统治精英又是怎么想的呢？纵观人类历史，扩张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征服而已，更多的还是外来者与当地既有势力的合作关系。我们已经说了，唐努乌梁海四周地形非常复杂，所以取得乌梁海精英的支持比什么都还要重要。这里来到我们第2个问题：大清帝国是如何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逐步控制住了这块战略要地唐努乌梁海？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先研究一下唐努乌梁海的统治者们。我们来看一下乾隆年间编纂的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的一段记载。这里说到，和托辉特为喀喀期边，西进鄂鲁特，
北进俄罗斯。这些地区的习俗好斗。乌梁海的部落在这些好斗国家之间，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史料中出现的名称。所谓的河托辉特及蒙文中的 Khotogoy， 名义上是隶属于外蒙卡卡的扎克图汗部，但传统上河托辉特部的自主性非常高，不受卡卡王公节制。而这里所称的厄鲁特，其实就是西蒙古瓦剌，而当时西蒙古最强的部落。便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准噶尔。换句话说，这段史料明确指出，唐努乌梁海的地缘价值正是来自于它在外蒙、卡卡、准噶尔和俄罗斯之间。往后，大清也确实成功的控制了该地，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满人取得当地河托辉特部的贵族的信任。这里我们必须回到17世纪末清准冲突，才能比较好的理解这区域的历史。1687年，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在俄罗斯人的支持之下，挥军入侵卡卡蒙古，外蒙诸部被准噶尔的大军打得满地找牙，外蒙活佛则不尊南顿。当时卡卡诸部还没有正式加入帝国。但准噶尔的入侵事件直接导致了外蒙名义上尊大清为宗主，而帝国提供军事支持，助卡卡贵族夺回外蒙。当时的清廷很早就意识到，要解决准噶尔问题，必须先搞定俄罗斯，否则大清便会形成两面作战之势。因此，1686年，大清便挥军进攻东西伯利亚的雅克萨城，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 Albazino， 清军围困该城长达10个月之久。过去我曾介绍过康熙年间所绘制的台湾地图，当时便说到这份地图其实与另外3份北疆地图，也就是爱魂、蒙古还有俄罗斯地图装订成册，是17世纪末大清为了处理这些边疆地方的问题而绘制。我们看到，这是其中的俄罗斯地图，而这幅图描绘的不是别处，正是清军在雅克萨城的围城行动。我们可以看到，雅克萨城的两侧皆被大清军队包围，而城对面的河即是黑龙江。这场战役的经过非常精彩，但也十分复杂，这里还是点到为止就好。但在雅克萨战役之后，俄罗斯便与大清展开了领土谈判，其结果便是1689年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其中双方划定了黑龙江地方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而这份条约也促使俄罗斯停止与准噶尔的同盟关系，因而同年康熙帝御驾亲征，大破准噶尔的大军，使得准噶尔势力退出卡卡地区，其中也包含了唐努乌梁海。虽然这时的帝国势力延伸到唐努乌梁海，但并不强求绝对的控制，反而给予当地的河托辉特部很大的自治权和优惠待遇。当地乌梁海人依旧纳贡给河托辉特部的王公，再由王公纳贡给北京。所以当时的唐努乌梁海非常类似于我之前介绍过的库页岛的情况，至少在17世纪末时，没有直接在政治与军事上控制唐努乌梁海，而是比较类似羁縻的关系。然而，雍正即位以后，情况却发生大变化。根本的原因出在准噶尔。1724年，雍正刚即位2年，他已经开始对帝国内部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革优化，所以不愿与准噶尔发生太激烈的军事冲突。清廷与准噶尔再次上了谈判桌，讨论边界问题。最终，双方决定以阿尔泰山为两国之界。然而，当时的准噶尔大汗却开始主张西边的唐努乌梁海乃其固有领地，应该交还给准噶尔。对此，深知唐努乌梁海战略价值的雍正严厉驳斥，并开始真正派遣帝国的军队到唐努乌梁海。我们来看一下雍正于1726年的上谕。最近因为乌梁海人投降我朝，降发谕旨派兵驻防一事，正反复思考。克木齐克地方的乌梁海人都是策陵旺部伯贝的属下。这里我们必须暂停一下，史料里所说的克木齐克地方，指的是准噶尔要求索回的地方，唐努乌拉山南边的一块地。而所谓的策陵旺部，便是归降满清的准噶尔王公，伯贝则是河托辉特部的首领。从这段史料，我们大概能猜到，当时大清应该得到了唐努乌梁海地方贵族的支持。此处继续说道。唐努乌梁海与准噶尔的乌梁海地方接壤，又与俄罗斯相邻，所以必须给予他们很轻的赋税，才能使其生计富饶，对我们才有好处。这里的人一向很无知，万一准噶尔大汗奢望阿拉不坦用计哄骗，或是发兵劫掠，虽然这里如弹丸一样大，人也非常愚见，但若被侵犯，这里是与蒙古王公贝勒之部落一体，我们怎么可能置之不闻？我观察，奢望阿拉不坦亦在唐努乌梁海，此
饭的时候都不忘无量海，将来未必没有趁机侵犯的道理。据此，满清开始正式向唐努乌梁海派军队进行防御，也派帝国官员驻防。从这时候起，唐努乌梁海与大清的关系开始不同于其他的机密地区，逐渐掌握在大清手中。另外一方面，就是雍正所说，大清给予唐努乌梁海特殊优待的原因，不外乎其天然的战略位置。然而，如果俄罗斯与准噶尔不再是问题，唐努乌梁海的价值便会大幅下滑。除了要解决准噶尔，大清也一直希望确保俄罗斯不对其边境构成威胁。在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后，俄罗斯一直不愿意与满清就西边的边界，也就是俄罗斯蒙古地方之间展开谈判。雍正即位第1年，也就是1722年，就希望能彻底解决俄罗斯问题，即刻下诏，在俄罗斯蒙古地方边界定好以前，中俄停止通商，这才逼得俄罗斯同意重启谈判。谈判的结果是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决定大清北疆的疆界。而在唐努乌梁海，双方以萨彦岭为界，以南为中国领土，以北为俄罗斯。恰克图条约首次确立了唐努乌梁海的归属问题。然而，虽然解决了俄罗斯，唐努乌梁海依旧能保持其独立和优待地位，主要还是因为准噶尔汗国仍然持续威胁着大清。但当准噶尔不再是威胁时，唐努乌梁海的优待地位将会一并消失。1755年，清军大破伊犁，准噶尔灭国。这场战役不仅象征着大清将新疆一带收入帝国版图，对于唐努乌梁海的统治精英而言，也是其战略地位、特殊优待消失的一刻。1756年，清廷借着河托辉特部的一次抗旨事件，彻底禁止了卡尔喀的活佛哲布尊在外蒙的转世，同时也拆散了河托辉特部在唐努乌梁海的影响力。其中的一部分部落不再由河托辉特部统治，而是由帝国在蒙古地方的最高长官乌里雅苏台将军直辖。随后，河托辉特部又被分为5期，各设总管，由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即使各旗官员仍然由当地的贵族出任，但北京拥有绝对的人事任命权。虽然战略价值不在，但由于唐努乌梁海是大清最重要的貂皮生产地之一，不像溃岛或是台湾东部，清廷非常仔细地控制着每年的貂皮数量，皆需如实上缴给朝廷，否则负责的官员就会被免职。至此，清帝国直接控制唐努乌梁海长达100来年，直到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的身影再次出现。1839年，俄罗斯探险家在中俄边境的萨彦岭发现金矿，直接刺激了更多的俄罗斯人前来此处淘金。然而，19世纪初时，大清对这块地区的控制仍然十分稳固，俄罗斯人顶多在唐努乌梁海北部沿着萨彦岭进行拓垦，不太会进入该地的核心区域。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大清国门被迫打开，欧洲帝国的势力也加速来到东亚大陆。1860年，当太平天国在南京再次大破满清的江南大营，英法联军也在烧往进犯北京，强迫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签下北京条约，其中也包含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份条约不只让大清失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同时也开放了蒙古地区的库伦，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以及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等地，作为贸易口岸。这使得更多的俄罗斯人开始来到帝国的北疆与西北。1885年，正值大清在越南与法兰西帝国交战，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总督悄悄开始了在唐努乌梁海西北处建立俄罗斯殖民拓垦据点的计划。同时，如同18世纪的大清，俄罗斯殖民者完全清楚与当地蒙古贵族合作的重要性，所以开始做满洲官员，直接与地方贵族接触。据估计，到了20世纪的前10年，俄罗斯在唐努乌梁海的商人与殖民拓垦者已达2000多人之众。这时的大清已没有过多的资源来应付俄罗斯的扩张，这也显示在唐努乌梁海的治理问题上。当时乌里雅苏台将军多次上奏朝廷，反映俄罗斯人的入侵，但对清廷来说，东南海疆的威胁更加巨大。此外，大清也不是很信汉人，很长一段时间内，汉人是不允许到此处。到了20世纪初，大清才开放了这一段的边境，让华北的汉人能迁居蒙古乃至唐努乌梁海。但很快的，汉族商人在商业上便压过了俄罗斯，成为唐努乌梁海的新的商业霸主。这个情况使得汉人成为很多蒙古贵族的债主，逐渐累积起了蒙汉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虽然清末的唐努乌梁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俄罗斯农业殖民与商业扩张的影响，但由于汉人的加入，这块地区至少在商业和社会控制上再次回到大清的掌握之中。然而，真正引起这块地区完全脱离北京控制的事件，却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为什么有2个蒙古那期视频中说过，外蒙卡尔喀之所以脱离中国，就是因为外蒙贵族基本上不相信汉人，所以第8世哲布尊活佛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很快便宣布独立。唐努乌梁海的情况亦若是，当时的地方传统势力从来不想要加入以汉人为主的新共和国，而是在新独立的蒙古国与俄罗斯之间做摇摆。但由于俄罗斯从19世纪中期开始便着力经营与传统的河托恢特王宫的关系，其中一期的总管唐努奇的贡布多尔济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宣布加入俄罗斯帝国，成为其保护国。虽然有些地方贵族不愿意加入俄罗斯帝国，但他们想要入伙的也不是新的中华民国，而是新的蒙古国。原本在这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汉族商人开始遭受打劫与破坏，被强迫离开了唐努乌梁海。俄罗斯帝国则在1914和15年用武力使唐努乌梁海的所有地方同意成为俄罗斯的保护国。至此，曾经统治唐努乌梁海长达100来年的中国与此地失去了政治上的联系。21世纪的今天，这块地区不再成为唐努乌梁海，而是俄罗斯的一邦，也就是图瓦共和国。